丈夫李启死在鱼塘里，妻子成为100万保险金的受益人。一时间，他背上了杀夫骗保的嫌疑，被判过死刑，也被判过无罪。案件扑朔迷离，他被抓起来又被放出去，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司法史上都非常罕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广州邓秀琼杀夫骗保案。这是粉丝纸上谈兵想看的案件，希望他能刷到这条视频。2003年1月13日，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说在岐山村新华砖厂的一个鱼塘里发现了一具男尸。现场找到的证据表明，死者名叫曾建石，时年33岁，是花都区本地人。在此之前的几天，警方就接到过死者哥哥的报案，称弟弟在1月2日离开家后就没了踪影。曾家人为了找到失踪的弟弟，把他可能去的每个地方都跑遍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弟弟竟然会溺亡在鱼塘里。这个鱼塘位于新华镇农兴路的路边，鱼塘边有摩托车滑落的痕迹。把鱼塘的水抽干后，果然发现了一辆摩托车。这辆摩托正是曾建石在1月2日离家时所骑的那辆黑色女士摩托。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大家都在议论曾建石到底是怎么死的。曾建石呢，是广州花都区新华镇新街村的村民，在他们家4兄弟里，曾建石排行老3。他的经历十分简单，几句话就能概括：高中毕业就回家务农，后来进了村里的治安队，几年后和一名叫邓秀琼的女子结了婚。在村民的印象中，曾建石的性格内向，为人和善，他长期值夜班，工作时间是晚上7点到次日清晨5点。白天的娱乐活动呢，就是和同村妇女打5毛钱的麻将，没什么不良嗜好，很少喝酒，也没听说他跟人结过仇。村里人最后一次看到曾建石是在2003年1月2日晚上8点左右。那晚下着小雨，他骑着黑色女士摩托车，披着绿色军大衣，戴着白色头盔，出现在治安队值班室附近的路口。要说最早发现不对劲的，那应该是他的同事。那晚曾建石本应在凌晨2点接同事的班，可到点了，他却晚起了失踪。曾建石被打捞上岸后，法医在现场进行了检查，发现他的口鼻有藻类和鱼塘的污泥，初步判断他落水后还有呼吸。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极有可能是场意外，可曾家人却不这么想。据曾建石的哥哥回忆，他和弟弟从小就会游泳，弟弟能在水中潜行好几十米，还能徒手抓到大鱼。虽说他身高还不到1.6米，但这个鱼塘并不深，站在鱼塘最深处，脑袋都能露出来。哥哥怎么都不相信，水性那么好的弟弟会在一个小池塘里出意外。另外，鱼塘那条路很宽，路边还有护栏，只有鱼塘的位置留出大概3米的开口，鱼塘离公路还有3-4米远，他不太可能就这么掉下去。尸检结果表明，曾建石既没有外伤，也没有突发性疾病，肺部有少量藻类物质和鱼塘里的藻类一致，也就是说，曾建石入水后还有呼吸，鱼塘里的水呛入了肺部，确实是溺水死亡。他的胃里检测出3唑仑的成分，3唑仑是一种快速起效的镇静催眠药，能迅速诱导睡眠，常被不法分子用于犯罪活动，属于严格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这进一步证实他的落水很有可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所以这极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案。说不定曾建石是被人哄骗吃下安眠药，接着又被人推下了鱼塘，最后因为窒息丢了性命。他的随身财物没有丢失，这说明凶手不是为财而来，那很有可能就是仇杀。曾建石为人和善，平时也没得罪过什么人，村子里大多都沾亲带故的，就算发生点争执，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弄。虽然怀疑是谋杀，可就是找不到作案动机，案件的侦破一时陷入僵局。就在这节骨眼上，保险公司联系了当地警方。原来自从曾建石被发现死亡后，保险公司就接到了理赔电话，警方赶紧调取了投保记录，发现曾建石的死亡理赔金额竟然高达105万，而最终受益人正是曾建石的妻子邓秀琼。最终警方的怀疑也落在了他的身上。邓秀琼比曾建石大1岁，是广东清远阳山县七拱镇人，经老乡介绍认识了曾建石，恋爱2年后于1997年12月9日步入婚姻殿堂。这2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直到2001年底邓秀琼才怀孕。2002年9月生下一个男孩，曾建石遇害的时候孩子才4个多月。
这夫妇俩在村里就是一对很普通的夫妻，平时也不吵不闹，根本构不成话题。警方发现邓秀琼从99年4月就开始购买保险，2001年2月，他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通过2名保险经纪人陆陆续续买了3份保单，涵盖人寿保险、人身保险、投资连接保险等多个险种。被保险人是曾建时，受益人是邓秀琼。这里面最贵的一份是2001年2月16日买的，保费共计13127元。这3份保单加起来，他每年得支付将近2万元的保费。邓秀琼婚后曾在镇上经营一家小饭馆，怀孕后就转手给了他二姐。要是开饭馆真那么挣钱，估计他也舍不得转让出去。曾建时当治安员的工资也不高，后来他哥哥顶替他进治安队，工资也就是550块，剩下的就只有村民每年的土地承租分红收益了。按照人头分红，每年也就是几千块钱。一个普通家庭每年花上万元购买各种保险，这一点上确实有点不合常理。除了保险，还有2件事儿特别可疑。第一件，邓秀琼竟然承认儿子并非曾建时亲生。案件发生后，警方让曾家人带着孩子去做 DNA 鉴定。曾家人没多想，以为就是个办案的例行程序。可从鉴定中心回来那天，邓秀琼主动来到曾家，承认孩子是她跟别人生的。第二件是，警方调查取证时发现2002年底，邓秀琼连续几次让饭馆服务员小花替她购买安眠药。小花在证词中说，琼姐让她帮忙买过2次安眠药，第一次是5粒，第2次是10粒。她还问过原因，可邓秀琼只说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多问。事后回想起来，才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面对警方的审讯，邓秀琼一开始并不配合，只说你们要是有证据替我去枪毙就好了。可他不会骑摩托车，案发时又刚生产半年，就算命案与他有关，也不太可能是他单独完成的。于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李东就顺理成章成了怀疑对象。李东在花都的另一个镇和曾建时同岁，早在1990年他们就经人介绍认识了。按照邓秀琼的说法，那时候2人年纪都小，虽说一起逛过街，但连手都没有拉过。2年后，邓秀琼去织布厂工作，2人离得远了，也就没有再联系过。直到2001年，2人才再次偶遇。李东不承认自己跟邓秀琼有私情，说那只是仅有一次的意外。2001年底，邓秀琼打电话找他吃宵夜，天冷了，他喝多了，在餐馆的包房里干了糊涂事儿。他甚至怀疑邓秀琼是故意借种。他在证词中说，1个多月后，邓秀琼就告诉他有了身孕。另外，他有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案发当天，他在饭店上班，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都有时间证人。2003年2月12日，邓秀琼被抓后的第3天，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邓秀琼突然转变了态度，做了详细的有罪供述。那么按照他的说法呢，是妹夫锚定稿几次找曾建时借钱不成，于是就教唆他杀夫骗保。而她呢，恨丈夫出去嫖娼，结果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所以就找人买了安眠药。1月2日那天，她把15粒安眠药磨成粉，放在曾建时的茶水里。当天下午5点40分，丈夫从外面回来，把杯子里的茶水一饮而尽。为了引人耳目，他们骑着车载着曾建时去餐馆吃饭，想大家觉得他是醉酒后的昏睡。到餐馆后，曾建时躺在沙发上睡觉。邓秀琼和锚定稿点了2个菜，一边吃一边等着时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时间来到7点多钟，他们带着曾建时离开了饭店。锚定稿骑着摩托车把曾建时载走，邓秀琼在中途下了车，最后是锚定稿将曾建时连人带车推下了鱼塘。根据邓秀琼的供述，警方很快就把锚定稿抓获了。锚定稿到案后也做出了有罪供述，他承认参与了这起命案，不过声称主谋是邓秀琼。按照他的说法，邓秀琼早在2002年7、8月间就提起过这件事，还承诺事成后会给他5万元当作报酬。1月2日那天，他从佛山到花都，下车后在收费站等曾建时骑摩托车带着妻儿过来，接着一起去餐馆吃了饭。邓秀琼说已经在家里给曾建时下了药。离开饭店后，他用摩托车载着曾建时、邓秀琼和他儿子来到鱼塘边。他说邓秀琼把孩子放在路边，自己站在车的右侧，等了10几分钟，看到公路上没有车了，邓秀琼一加油门，曾建时就连人带车冲进了鱼塘。为了证实2人的说法，警方来到事发当天他们吃饭的餐馆。据服务员回忆，当天下午大概6点左右，他们来到饭店，
毛定镐和抱着孩子的邓秀琼在包房点了2个菜，另一个像喝醉酒的男人一直在沙发上睡觉。大概半个小时后，他们结账要走，服务员还帮忙把人抬到了摩托车上。毛定镐骑车，邓秀琼和孩子坐在后面，一直没醒的男人坐在前面。邓秀琼和同伙毛定镐都承认作案，再加上餐厅服务员的证词以及购药者小花的指证，当地警方认为此案铁证如山，于是向公安机关提起了批捕申请。在法庭上，邓秀琼突然翻供，坚决不承认之前的供词，声称那是为了出去见儿子瞎编的故事。但毛定镐一直没有翻供，只是咬定自己不是主谋。直到一审的死刑判决出来，毛定镐听到宣判的那一刻，情绪突然失控。两人不服从法院判决，双双提出上诉。到了2审开庭的时候，邓秀琼全面翻供，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合伙杀人，还说所谓的认罪供述是因为遭到了逼供。邓秀琼表示，丈夫遇害后就因为她买了3份保险，受益人又是自己，所以被多次询问。她声称当地警方急于破案立功，对她采用了不合法的审讯方式，让她做出了认罪供述。对此，警方并不认可邓秀琼的说法，并且拿出了一盘第2次审讯邓秀琼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总时长1小时25分，时间是2003年2月12日。在这份笔录中，邓秀琼承认自己有罪。录像中，邓秀琼和调查人员有问有答，笔录做完后，她还接过笔录仔细看了7分36秒，然后才在上面签字。所谓的逼供污蔑，不攻自破。虽说不存在刑讯逼供，但高院发现证据里有几点疏漏。第一，有罪供述自相矛盾。毛定镐说事成后，邓秀琼会给他5万元作为报酬，可邓秀琼笔录里却说当时双方协商的价格是32万。毛定镐说放药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现场，可邓秀琼却说是他和毛定镐一起下的药。邓秀琼说吃完饭后她并没有和毛定镐一起去鱼塘，而是中途下车回家了。丈夫是被毛定镐推下水的，可毛定镐却供述两人是一起去鱼塘，人是被邓秀琼推下去的。第二，死者死因各执一词。经法医鉴定，曾建时体内的药物成分是3唑仑，可邓秀琼供述给丈夫服用的是安定片。药店员工也证实卖给小花的药的确是安定片。第三，作案时间疑点重重，警方认定曾建时被害的时间是在2003年1月2日晚上8点左右，可曾建时的同事却表示，他8点左右在治安队值班室附近的路口看见曾建时载着同村的男子去喝茶。那天下着小雨，那名同村男子站在路边，不知道在等谁。曾建时路过就送他去街上喝茶。后来这位男子也向法院证实确有其事。那这就很奇怪了，一个已经被推入水塘的人，怎么还会出现在单位门口呢？2004年9月，广东高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两人的死刑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2005年3月，中院重审此案，觉得本案证据链条出现断裂，有诸多疑点无法查清，于是宣布被告人邓秀琼和毛定镐无罪。一审中，两人被判处死刑，这下子却无罪释放，曾家人完全懵了，根本不能接受。与此同时，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也不认可，于是提出了抗诉。对于证据中的几点疏漏，调查人员也做出了相应解释。第一，虽然两人的有罪供述存在不同的地方，但两人的作案对象、作案时间、作案手法等方面供述是一致的，这些才是对案件性质认定的主要因素，而那些不同点很可能是两人在互相推卸责任。第二，法医鉴定曾建时体内的药物成分是3唑仑，可邓秀琼却供述自己用的是安定片。对此，调查人员解释道，3唑仑属于一类管制处方药，很多药店为了利益会私下售卖，如果承认违规出售，必然会受到行政处罚。员工为了逃避责任，很可能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安定片属于2类管制药物，2005年之前管控相对没那么严格，在药店能少量购买。另外，毛定镐在笔录中提到，2002年7月，他在广东黑市帮邓秀琼买了一些迷魂药，但不知道它的用途。从这个信息来看，邓秀琼通过其他渠道购买3唑仑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第三，死亡时间冲突。为了证实这一点，警方对曾建时的同事进行了重新取证，结果他们表示对最后见到曾建时的日期不能确定，都不记得那天到底是1号还是2号。不过他们都记得那天下着小雨。为了进一步确定他们到底是哪天见过曾建时，调查人员特意去了一趟气象局，发现下雨的那天正是1号，而2号没有下过雨。
2003年1月2号是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如果这天没有下雨，就表明曾建士的同事最后看到他的时间是1号，这和死亡时间就没有任何冲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得到了高院的认可。2007年7月，高院撤销了邓秀琼和毛定镐的无罪判决，再次将案件发回重审。2010年9月，中院再次重审此案，认定邓秀琼、毛定镐有罪，判决邓秀琼无期徒刑，毛定镐15年有期徒刑。邓秀琼表示不服，再次提出上诉。2011年3月，高院裁定维持原判，至此这起审理时间长达8年的杀夫骗保案终于尘埃落定。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评论、点赞，下期见。